云南这样小县城的牛肉太漂亮了。30磅一份，便宜的，性价比高。我今天来大理的小地方吃一个米线，但是怎么看这个汤头不太像熬的，有点像白开水加放了点骨头，再放了点勾兑的。这汤一看就是勾兑的，像熬的，拌一拌。这长得有点像松茸，不可能吧？这不一盘松茸80块，全部成本吃。哦，烧烤，哦，炒饵丝，这是我的。是的。来吃个昨天吃的回族牛肉的早餐米线，看味道咋样？这个酸菜太香了。我现在一个人，我找了一个离丽江机场近、大理的地方，整点当地小吃，弄点当地小吃尝一尝，搞点这种农村牛肉尝一尝，到底香不香？我这酒店住这附近有一排店，要不都探探这两天。这店是刚刚打的士的司机推荐的，然后我看一下点评，好像还不错，又干净。尝一尝，这是不是还可以吃火锅？真的黄牛肉的肉是黄的。刚才刷那个外滩颠覆的视频，就是一家上海的云南菜，鸡油菌380到480一斤。看你这个肥油都是偏金色的。就还有啥？还有什么？你又问啥？还有什么吃的？肉。肉啊，哦，这还有臭豆腐，搞臭豆腐。这怎么好吃啊？真的好吃啊！哦，怎么可能啊？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搞点好牛肉吃一吃。这里新鲜牛肉还在弄呢。新鲜牛杂可以啊。这牛肉的品相那么完全不一样，跟上海那些完全不一样。这烧了一锅汤好像。均30磅一份，便宜的，性价比高。我应该要它箩筐里那一盘牛肉。这家店干净了，而且超级香，回族菜。这家店肯定不错。在云南一定要找极致干净的小店，回族菜肯定好吃。这个是什么菌子吗？这个龙爪菌。哦，牛脑，这个是啊，牛脑，臭豆腐。真的挺干净的，你们来店真不错。应该要它箩筐里这个那个，现在他给我切的应该是昨天的。这牛肉品质好啊，筋都是黄色的。生意还是不错的，人又陆续来了。点米饭给我老板。哇，这牛肉黄标的，这赞水，我不赞水。这牛肉不一样了吧？这个说是红烧牛肉，这看着也不像。啊，谢谢啊。这个饭，这牛肉的品质肯定不一样呀，这筋都是金色的，尝一尝。说实话，有点太冷了，应该拿出来常温吃。真的很想吹一波，但是有点酸。好像放了5分钟好一点。还是冷掉了。有点酸，牛香味道重，没有牛腥味。再搞一块尝一尝。这有点，就是冰箱里放的，要现卤出来就好吃了。但是这种东西你不冰箱放或者怎么切块呀？尝一尝。这太辣了吧？而且醋放的有点多，遮住了食材本味。这牛肉品质很好，但没发挥出它的优点。尝尝这个红烧牛肉，这碗45，这也不便宜啊，这碗45，尝一尝。哇，这牛腩太香了，这个好吃，这红烧牛肉好吃。
这红烧牛肉有一股香味是上海那些牛肉比不了的，挺香的，真的这个牛肉。然后这个鸡油菌，鸡油菌咋样？鸡油菌油油的香香的，还可以。它这里没有那些太高端的菌子，大众消费吧。鸡油菌有一股干巴菌的香味，相当好吃。那么超大一盘，38。600日元，真的来国内消费比那日本性价比高多了。我先说啊，这个店我可能给2到3颗星，但是味道比日本那些2颗、3颗星好太多了。搞一块腱子肉，这3个里面红烧牛肉最好吃，鸡油菌第2，这个牛肉第3。这牛肉拿出来，这个牛肉拿出来放了一会儿，又吃了一块，比刚刚更香了，但有一点点酸味好像。这一顿饭100块吧，也就45、45、90、120多，150吧，3000日元，太划算了，比你去日本消费好吃太多了，比那些猪排好吃多了。但是评分一样，味道肯定是中餐好吃，就这样的中餐好吃，食材好，价格便宜。就这2个绝对不是那种杂交牛，这一吃就吃出来了。杂交新鲜牛也有，就杂交牛也有新鲜的牛，但是这个不是杂交牛啊。真的鸡油菌其实以前我还不知道那么香，一股黑松露跟不是黑松露，干巴菌的香味，而且脆脆的，带点油，太好吃了这个鸡油菌。我现在来冲一波米饭了，就不拍了。其实这家店我可以定义为高级的食材，这个牛肉绝对高级食材，还有那个鸡油菌，这都不是说新鲜市场内地能买到的，而且单价这个牛肉至少上海至少60，应该说有钱都买不了。我先吃会再说问题吧。吃完了太撑了，点评一下吧。这红烧牛肉味道不错，牛香味重，但我吃多了，我有点还是不太确定是不是这里当地的黄牛肉，但是绝对在上海至少45斤。我又想了一下，还是本地黄牛肉，香味还是不一样，买不到，有钱都买不到。绝对不是冻肉，至少是新鲜的，但是是本地的，不太确定，应该是。因为它有个香味是上海牛肉没有的，它不是调料的香，是食材的香。然后这个调料味道太重了，太油了，不太建议蘸。这个凉面做的我也不太确定，反正水平在云南这边应该不算高。感觉牛肉放了1-2天，食材还可以，食材比那些什么兰州牛肉面、青海牛肉面的要好多了，那牛肉食材，但是干干的，还是有点吃不惯。那个鸡油菌特别香，如果你爱吃金针菇的话，你吃了这种鸡油菌，你都不想吃金针菇了。反正它就是有一种特有的香味，而且口感脆脆嫩嫩的，挺好吃的。但我也知道为什么它只卖38了，它还是有点缺点，有点回苦，还有回油还是啥的味道。反正还差点意思。鸡油菌，我不是说这个店不行，是这个食材本身一般。那个臭豆腐挺香的，但吃2口吃不掉。总结一下，我吃这餐菜，我觉得比日本那些2-3千日元的肯定要新鲜，食材更好，而且更丰富，而且吃的特别爽，分量很大。像今天这桌菜2个人吃也不举饱，我现在都已经撑得要吐了。确实好，但是这个店肯定在云南的回族菜里面算中等吧。南京东路这家鸡汤米线没以前好吃了，现在就是白开水了，开连锁店了，汤头已经没鸡味了，现在太一般了，但也不难吃，就是太一般了，没鸡味了。哇，这是完全没什么人，咋感觉来到了个步行街？这步行街不是游客吃的地方吗？找那家最老的尝一尝吧。哇，这都直接是山里了，这要再踩雷的话，那不想说话了。这个时候是最好吃的吗？
没吃出来是不是勾兑的？肉是怎么加？肉就是双棒的，全部都是双棒的呀。这汤不哎呀，你别个老子老板娘也。现在在门口，新鲜的。但是我跟几个当地人聊过，都说这个汤应该是熬的，不是勾兑的。但是我吃的就是比较淡。你先把它们在一起，我不喜欢呀。不会有腥味。那个肉那么好。再给我打这个水就行了。这个汤有点像勾兑的。当它锅就是都可以。勾兑的意思就是大骨浓汤再加一点骨头，然后煮的。你说那白俺们不晓得那白俺们是等于吃那白口，我是吃那白肉人家，哎呀，你说专业是起没过，那白肉没有掺着吧俺们，吃那白肉吃呢。就怎么这大理的面馆有点像上海的面馆，还有大馄饨吗？咱们和二军不就是一包枪，原来这包块。反正吃这种肉末就看它肉用的好不好了。反正如果是有猪香味，我也能吃得出来。我估计这个白肉的品质比较好，因为它放的比较少，而且它敢用这种白肉的话，应该食材不会太差。钱是上斤呢？这汤一看就是勾兑的，不像我拌一拌。花椒油搞一下吧，辣椒先不搞。这个一看汤就踩雷了，那不是熬的，勾兑的。尝一尝。汤的品相就像我不吃的很多上海面馆的汤。这可以说是个拌粉，因为它没汤，有点油。这猪肉品质还不错，但整个汤没味道，挂不到粉上。这肉末姜放的挺多的。这是啥？米线口感不错，就汤不行。肉还不可以，挺香的。这猪肉相当香。辣味道没有。反正味道还行吧，就汤头不鲜美。你看这汤头没什么油放，有点像大骨浓汤。吃了一会儿的话，虽然比较淡，但也不像勾兑的，也有可能是骨头汤，就是骨头放的比较少。反正不管是勾兑的还是现熬的，反正技术含量不太高。好在米线口感不错，脆弹的，然后那个肉炒的也挺有味道的，白肉也挺香的，也算一碗好吃的米线，但是技术含量不是很高。这边肉还挺多的，反正还可以吧。总结一下，味道还行吧，也不差，挺入味的，但是味道不丰富。猪肉也还可以，挺香的，米线挺弹的，汤不太好评价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勾兑的，但一般来说这不可能是勾兑的吧？但看它那锅有点像，吃着没吃出来，偏不像勾兑的，这不能说死，专门来没必要。反正路过还可以吧，味道还行，挺干净，挺清爽的。就不知道这两家会不会比它好吃。
反正上海是煮不出来这水平，这水平还是只能云南才吃得到，比昆明吃过的有些要干净一点吧。而且这玩意儿有点像小锅米线的感觉，只是它不是现煮的，是烫的。这就是小锅米线，只是没小锅米线那么好吃。这样酒店我订的也就200块钱，190吧，90人民币吧，啥都有。反正就订的这种民宿，今年新开业的。你在中国大陆一定就是要，今年是哪年就住哪年的酒店，这样是性价比最高的。今年2025，我只住2025开业的。我这房间已经被我弄乱了，我就随便拍一个，跟大家说下国内旅游有性价比有多高。这种我反正觉得日本是不可能吧，190人民币，性价比挺高的。你看地板都亮得发亮，一点异味臭味都没有，相当性价比高。又来探店了，那店就在酒店旁边，也是个有名的店附近。不行，这地方我只能待1天，我明天就走了，没啥意思。明天好像这里没菌子吃，天太冷了，还是得去昆明。这个风景挺好的。现在去吃一个白图饭店，但我那个丽江特色我也挺想吃的。那店在哪？要找一找。那个好像是有名的，什么杨氏饭店，30年老店。看这家好不好吃？这怎么又是啤酒店？哇，这人太多了，老板都拒绝。哇，他这里太干净了，太新鲜了。这家店不错，挺好的，太干净了。手工剥鸡油菌，这长得有点像葱蓉，不可能吧？炒米线啊，这是。它这个腊肉相当好，但是他跟我说有点咸，我不敢点。对，米饭给我搞点，点个蒸肉饼，看看这里猪肉水平咋样。45块，还挺贵的哦。这东西好不好吃啊？分量好大呀。炸排骨。尝一尝，哎，这个下面还有点啥？尝一尝肉饼，看猪肉等级咋样。我就是想看看这种白煮的猪肉好不好吃。这猪肉太香了，而且还不腻，这太好吃了。这我就把它想成是个狮子头，没有过多调味的一个菜。这是啥？这是菌子吗？这是蘑菇吗？还是韭黄？不是吧？这个菜有点吃不惯，不知道啥菜，韭菜梗吗？还是啥？肉饼还是品质还不错的猪肉。搞点这个来拌饭。蒜苗炒牛肉，尝一尝，有点咸，挺下饭的，还不错。牛肉香味还是有的，虽然有点咸。炒个炸排骨，但这不是紫排啊，粉是不是太多了？味道还行吧，汁水蛮多的，新鲜。这肉挺新鲜的，咬开是这样，看见没？松茸来了，才卖80块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他说这松茸是野生的，这松茸还可以味道，但是这个是松茸的。你这一盘那么多，天妇罗才吃一个，这不爽多了。天妇罗才吃1片啊，说错了。松茸咬了就不好吃，用火腿炒的，有松茸特殊的味道，这不比天妇罗的好吃多了。那日本的那个一点没性价比，它这猪肉其实没多少，就点狮子头。它的猪肉比较细，香味是有的，一点骚味都没有，但有点干，直接盖个饭吃，爽得很。不过把干辣椒丢了，其实也没多少，就那这些，直接冲一波，全是松茸。
这不一盘松茸80块，全部成本吃回来，新荣记800块都没那么多吧？这松茸有股特殊的味，吃多了挺香的。真的，在这种游客少、本地人吃的店里面吃，性价比超高，可以推荐你们来这种小众的地方。直接这样冲一波，太爽了，绝对可以啊！你这个量松茸的量，你在日本敢想吗？那天妇罗才几块，这么爽，100多块，性价比高吧？它虽然松茸放了火腿炒，但一点都没有拿掉松茸的香味。刚开始吃松茸那个香味有点不习惯，吃多了还挺好吃。我不是说今天我第一次吃啊，我说以前天妇罗里那松茸原籍不也是这味道吗？那还没这好吃，这炒的比那炸的好吃多了。它这个牛肉末有点像手剁的吧，不像机器的，不规则的这样。吃完了要吐了，还加了半碗饭。现在来讲一下，那个肉饼没必要点，普普通通，猪肉还行，但是有点干。肉香味是有，没有怪味，没有骚味，品质不错，但下面那个蔬菜有点吃不惯。最好吃的肯定是松茸，我吃着像野生的，应该不是人工的，人工的没这个味道，挺好的，性价比高，80块这一盘。这个牛肉酱油放太多，牛肉品质不错，还是手剁的，炒的挺香的，方法不错，也不油，不算油。下饭菜，但是酱油放多了，有点失败了。这炸排骨还可以，就是外面粉多了一点点，但是你如果是外地的过来吃的话，应该觉得不多，但是比普通的要多一点点，还可以吧，猪肉品质，但不是小排，是大排剁碎的，整体过得去。反正就这3个菜一般还行，那个松茸比较好吃，性价比高。这样一餐饭，其实2个人吃的话比较合适。我太撑了，我要吐了，我要去运动一下，等会儿。街上没什么人啊，人都去外地打工了吧？哇，全是开餐馆的，一条街都是。国内消费太低了，老百姓还是幸福的。这价格能吃这些好东西，搞点特色烧烤吃一下。老板娘推荐我的，老板娘说食材绝对都是菜场新鲜的，不是那些科技狠活半成品冰冻肉。我去尝一下，就这里。哎，我发现这酒店旁边吃的挺多的，哇，人那么多，尝一尝。自己拿，看一下半成品啊，这个卷半成品，其他这边好像没看到。这种小肉串半成品，这粉肠不确定，上面的右上角的都是。这个勉强及格吧，这个冰冻的，这个也冰冻的小黄鱼。这种科技很火，鱿鱼这个不能吃，这种科技很火。算了，我挑一点吧。你们这鸡爪太黑了，我不敢吃。这个应该，这个是手串的，这个不是半成品，要一个肥瘦的，这个不是半成品，这个感觉也不像半成品吧。这排骨不可能是半成品，拿个排骨，这肯定不是半成品。鸡翅膀搞一个，这也不是半成品。这个就有可能是拿猪皮吧，猪皮、鸡皮、鸡脚筋，鸡脚筋肯定是豆腐，这个有点像半成品。各拿一份吧，鸡皮、猪皮、鸡脚筋。上面那一块都是科技很好。我拿这些，除了掌中宝应该是冰冻肉以外，其他应该都是新鲜的。你们看烧烤要首先会判断什么是冰冻肉，什么是科技狠活。这个烤炉是相当深油。
辣椒秘方，酒店老板娘推荐。这生意太好了吧！其他家都没人，就你们人多。看过特别大。炒饵丝，环境一般般吧。哦，烧烤。哦，炒饵丝，看着就是黏黏的，就是年糕，黏的年糕，就是炒饵丝，香辣口酸菜味，一般般，口味有点重，而且吃起有点像卤的，不像炒的。反正就是比较黏的，饵丝就是年糕，然后比较黏的年糕。喜欢吃年糕的可以试试，吃不惯的也可能。它这个炒的水平普普通通吧，口味有点重，我肯定吃不完的。这生意太好了，这炒饵丝还比上海的那个炒的挺好吃。上海那家米其林应该是比如这个菜叫醋、青椒、腌菜糕、辣椒面，这是我的。是的。烧烤尝一尝，吃个臭豆腐，看看好不好吃。云南的是闻着臭，吃这个好像有点没烤熟。微微有点臭吧，没烤熟。这是牛肉还是羊肉？尝一尝，也不知道。肥牛，调料味太重了，牛肉还是香的，食材还可以，就被这些调料毁了，盐还放多了一点。其实就撒点辣椒面，撒点盐就可以了。猪皮，尝一尝。猪皮反正云南哪里都一个味，上海的也一个味，还行吧，新鲜，有点偏咸，辣味道没有。鸡皮，这就没日本人的大了，看着尝一尝，味道比较薄，脆脆的，还可以吧。你要说这跟日本人的有区别还是有，但这价格吃这个的话，那我选吃这个。脆中带糯，还可以，两种口感都有。这个肉其实我是怀疑是半成品的，我先尝一尝。香还是香的，应该不是半成品。这一看就不是鸡排，大排切碎了的吧？肉质还是新鲜的，一点辣椒盐的调味吧。这种大排就没什么肉，全是骨头。哎，掌中宝跟鸡翅，掌中宝尝一尝，反正应该就冰的嘛。都没烤焦这里，它为了一起上菜，这面都没烤好。鸡全翅尝一尝，还可以吧，没什么特色，调料太多了。就正常鸡全吃的味道，这就是瘦肉比较柴，也不算柴吧，就是烤老了点，没啥技术含量，乱烤的水平。不过熟了，骨头地方没取。吃完了，比太仓那个差远了，正常云南烧烤的味道，比上海大部分烧烤连锁店味道还是要好一点。这豆腐没烤熟。又补货了，看到没？吃完了50块钱，也不贵，但是味道就太一般，完全没必要吃。东西算新鲜的，没有什么变质或者加科技掩盖味道，就是太一般了。
反正属于没啥亮点吧。反正刚才讲一下挑烧烤，首先第一步是先看一下哪些是半成品，哪些是科技狠货，尽量都别吃，吃点店里新鲜的吧。太仓那家红河烧烤比云南这些屌，超新鲜，推荐大家去太仓吃。就是吃顿烧烤跑那么远有点麻烦，这种烧烤吃完以后很难受，一嘴的调料味。丽江高铁站买个米线32，尝尝好不好吃？这太油了吧！哇，这米线还是泡发的，你敢信？尝一尝吧。哇，超级难吃，就白开水。根本吃不了，就是屎。肉倒是没腥味，就这个米线太难吃了，汤底一点味道都没有，米线还软着，这还是泡发的，太无语了，真的。云南也属于没选对店的话，超级难吃，很容易踩雷。不行，这高铁站的完全吃不了，真的就是屎。汤底还是大骨浓汤勾兑的，哇，太垃圾了！大理剑川这里来旅游的人还挺多的。我在酒店遇到一个河南的，他说就是在大理古城踩雷，就来这边人少的地方玩。现在去吃个米线，吃那个回族的牛肉米线，还是吃那家店。那家店早上卖早饭。住这附近真好，热门的那几个店全在这里。我是反复确认了老板娘、酒店老板娘还有打车的，他们说他们都经常吃，应该不只是外地人吃的店。哎，这米线店看里面米线开了没？吃24还吃米线，吃米线算了。只有炸酱啊，只有牛肉。汤看着是牛肉汤。啊，这个汤还可以。葛师傅，面，米线。哎，米线包。还有多吃的呀？花椒。哎，没事没事。这个酸菜太香了，远远就能闻到，就没什么肉。看人超多的感觉，汤味道有点淡，再尝一下，太清淡了。这不是白开水的汤。倒是没味精鸡丁，喝点糖吧，尝一下。感觉随便找的这些早餐店，熬汤技术都不太高，也可以说不怎么熬汤，就感觉是汤是白开水喝。吃完了，人还挺多的。点评一下吧。牛肉米线味道一般吧，比较清爽，就是专门来不值得。但汤应该看了一下还是牛肉汤，只是汤应该是牛肉汤，只是水跟肉的比例、骨头的比例水放太多了，喝着汤没那么鲜美，偏白开水。米线有点挂不上汤，但是吃多了以后，你又不会觉得难吃，也不会觉得单一，那就应该不是白开水，因为光是白开水味精汤，
科技调的，吃多了没味道，不好吃，吃不下去的。反正它这个米线我感觉利润挺大的，虽然10块一碗，但这个肉跟这个米线这种汤成本很低的，没多少钱。而且它这种还是做牛肉的店，搞一点剩下的碎肉剁一剁，超赚钱。别看它一个早餐店10块一碗，还是挺赚的。一碗我感觉7块的利润都有。反正这米线就是米线，反正在云南哪里都一样吧。米线汤肉味道比较融合，单独拿出来，其他东西都挺普通的。喝盒饭的牛肉品质挺好的。